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。只有坚持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。我们可以上大学了！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，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议。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。乡镇企业给中国农民打开了致富大门，但也给环境保护。这家伙加以培植，感觉到快，给人好运。这破车好骑吧？还行。替我谢谢熊耳朵。除了零不小，哪儿都小，还好意思要你钱？都应该白送给你。人家也就是象征性的收了点钱。我去图书馆了，你去吗？水头可以啊，这么大个书记答应给你弄个借书证，真办了啊？那还不是托你大巡的福。哎，你要不要也去找找沈书记，也去给你弄张借书证？咱俩走吧，一块儿学习。你现在一天不拿我开涮，你过不去是不是？我得回去上班，自个儿当你的3好学生，四有情人吧。四有青年，我走了。走了。玲儿，沈书记，哎，你给我找一下国外化工1982年的那合订本。那本书啊，刚被人借走。谁借的？宋运会。哎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哦，你忙吧。沈书记，这本书你在看？对啊，你几天能看完2天。如果沈书记想看的话，你就拿走吧，我不着急。啊？不用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啊。你看完还了，我再进啊。沈书记啊，图书证的事情还没谢过你呢。哎，那是个小事儿。不过，你提的那个图书馆调整开放时间的事儿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毕竟牵扯的面儿太广嘛。沈书记，我能给我们厂的图书馆提个建议吗？你说，多引进一些国外最新的工具书。你看的这本不就是最新的国外化工生产技术的译文吗？这本书涉及的相关技术，的确是70年代国外已经成熟了的，但是，并不代表最先进的。你说说看。FRC 这种技术已经成熟，在国外也早就有设备投入生产，但是，当今化工技术革新速度非常快，这种技术已经不能代表国际上最先进的发展方向了。我在大学期间帮导师建立实验室，翻译了很多国外最新出版的学术期刊，翻译原稿我都在。如果水书记想要了解具体内容，我可以借给你，对比着这本书的内容一起看，会了解得更加透彻。今天我还有几个会，明天你把你那些翻译稿拿来，我学习学习，啊。爸，你最近怎么了？又在这等着我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求我呀？我没事就不能来接您了啊？晚上想吃什么呀？妈妈都做好饭了，回于山青家吃吧。
这2本书还了。好的。来。刘总工，听说前一段你总是偷偷的溜进资料室看书。我在车间没有资格办图书证。年轻人上进好学是应该鼓励的。你呀，查什么资料啊，什么工具书啊，假如咱们总厂图书馆没有，你可以跟我借。哎，谢谢刘总工。坐。小宋啊，关于你们一车间技术改造、提高那个产能的那篇报道，小鱼跟你谈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我们没谈过这个。小鱼的那篇文章里写了不少关于你个人的事情。是吗？可是刊登出来的，刊登的时候，我把关于你的内容都删了。哦。做技术的人啊，不宜太出风头，尤其是不要和那些热衷于官场的人走得太近。你现在就很好，脚踏实地的从基层做起，成效也不错。我希望你能继续的踏实下去。我明白了，谢谢刘总工。这是你的笔记。啊。我可以看看吗？啊，可以。这些资料都是从哪儿查的呀？我在资料室怎么没见过呀？这些是我在读大学期间帮老师翻译的一些国外期刊资料上的东西，比总厂图书馆的相关资料更前沿一些。可以借给我看看吗？可以。恐怕今天不行，我已经答应水书记先借给他了。哦，借给老水了。好，等他还给你的时候，你给我看看，我研究研究。哎，学吧。进来，老费，忙着呢。老刘，给刘总沏茶，沏红色罐子里的，那是新茶，刚给我送来的。你要喝着好喝，回头拿走半斤。哎，先不用沏茶了，我找费厂长有点事儿，你去忙去吧。好。老刘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咱们厂今年刚分来的大学生宋运辉，你还有印象吧？啊，他怎么了？宋运辉手里啊有一份不同于我们厂引进技术方向的学术论文，时效性比我们手里的资料都强。他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，怎么会有专业的学术论文呢？他上学的时候啊，正赶上安云大学老陆组建实验室，他帮助他的老师翻译国外权威性的论文，底稿都在他手里。老陆，哦，就是你对他赞赏有加的那个化工专家。对，老陆是目前我们国家最具有前瞻性的学术专家。那你这是得到宝了，老刘。既然是老陆的学生，那个什么宋运辉就调到你们整顿办吧，找不来教授，抓个他的学生出苦力，那也是未尝不可呀。宋运辉确实是个可用之才，但是被咱们的老伙计提前下手了。宋运辉的这份资料
现在就在老水手里。老水，他能看得懂国外期刊上的论文？看不懂，他可以找人帮忙啊。宋运辉就是一个最好的人选，他可以发动厂里甚至部里的学术专家，对这篇论文展开讨论。那这篇论文到底说了什么？会不会影响我们荆州这次引进外国设备的布局呀？老费，你太敏感了吧？老水补补专业知识，这是好事儿啊。我没你那么乐观。老水以前是怎么抓住权力不放的？这么快你就忘了？自从上面推行了厂长负责制，我一直在观察老水。我以为他这次会服从大局，配合上级精神把权力交了。可你看，人家在韬光养晦，在蓄势待发，等他抓住关键时机，一击出手，那就是要命的杀招。有这么严重吗？老刘，王师傅上班了。哎，下班了啊。王师傅好。啊，小宋啊，去车间办公室，闵主任找。闵主任，找我啥事儿？好事儿，快去吧。哟，来了，闵主任。啊。你找我？啊，你先坐会儿啊。把这个多印几页，啊，去吧。怎么样？这段时间工作下来，有什么心得体会啊？这段时间跟着调度了解了一下运行原则，运行跟设备了解以后，再去细看以前看过的资料，感觉又不一样。你上次号召工段大修管道设备，提高了生产效率，这事儿车间领导很重视。你是大学生，专业基础扎实，总在一线当工人，太屈才了。在一线可以摸清许多书本理论以外的具体情况，我也学到不少东西。哼，你做人做事踏实，这是好事。可是我们当领导的也不能埋没人才呀。哦，是这样。你上次报的那个事儿啊，批下来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转岗做技术员，负责一车间3个工段的整体运营。哦。可是我手上正在整理1工段的技术档案，这个工作比较繁杂，不好交接。我能不能弄完以后再转岗？我让你转岗做技术员，就是想让你整理整个车间的技术档案。你眼光可不能只盯着1工段呐。那太好了，我早就想有个机会弄清楚整个车间的运行流程，建一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图，并把所有技术建档。我带你去见见你的新同事。哎。这个就是升级科啊，闵主任好。哎，主任来了。主任，主任，这2位以后就是你的手下了，多带带他们，争取早点把车间的技术档案整理出来。这个叫赵超，这个叫贾家伟，都是技术员，也是车间里的老人了，对下面情况很熟悉。你们2个以后要配合好小宋的工作，要多向他学习。小宋是大学生，做事很有见地，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，清楚了，主任。那好，小宋啊，你们聊着，我先回去了啊。主任慢走。主任慢走啊。那个小宋是吧？啊，宋运辉。你好。你好。以后多关照啊。那个桌子是你的。小童，我吃好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
今天菜味道不错呀。火儿不错，挺好吃。哥几个吃差不多了吧？走吧。同学，你们慢吃啊，我们先走了。好。你们怎么那么多馒头啊？人缘好。帮你尝尝。哎，不咋地，这菜不好吃，我替你吃吧。怎么了这是？不高兴了？谁惹你了？谁敢惹我徒弟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乔东升了，当技术员去了。好事儿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啊，牛了啊！这怎么还挂着脸呢？我徒弟肯定是不舍得咱呗。傻不傻你？不还跟我住一宿舍吗？还跟你叔叔在一车间，想你就回来啊！这不回来了吗？还把我的饭奉献给了你。小心眼儿，还你，晚上给你补一份。1份儿，2份儿。老黄，你给补一份啊。我看见了，2份，我作证，不许少赖啊。对了，师傅，车间那2个技术员，他们对设备情况了解吗？哪2个？赵超和贾家伟。这俩二流子，那厂子里最不靠谱俩货。前几天接了父母的班儿，尤其那个赵什么超，过去就是厂大一画黑板报，那破字写的比什么王八爬还难看呢。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怎么这么难听呢？这说的对不对？也是啊，这俩人确实不怎么样。怎么了？分到你手底下了？啊，我们分在一个班组里，但我感觉跟他们不太好相处。直接给他俩下命令，不听就告诉我。正头没人打架，闲着呢。哎，行了，你先就会瞎出主意。小宋，搞技术的人啊，都有傲气，这很正常。不像我们工人说话直。你看你刚来的时候，大伙看你也是不理解，现在不是处都挺好的吗？多花点时间，多花点心思，他们俩会配合你的。我有数，师傅。你说，今天上午咱俩对那个姓宋的来这么下马威，不会太过火吧？这头一天要是压不住他，这姓宋的指不定会搞出什么乱子。还真把自己当领导了，客气话也不说一句，上来就问工作进度，烦了他了。我就没见过那么不懂事儿的人。你说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不就是一个破大学生吗？你说除了那个文凭以外，哪点比咱俩强？切！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！赵技术员，下午咱俩一起去2工段了解一下设备的运行状况。贾技术员，请你把本年度的车间维修纪要整理一下。维修纪要？你要它干嘛呀？闵主任要咱们整理车间的技术档案，维修纪要有助于我们了解车间设备的状况和运行状态。不是，那一车间的设备那可都老胳膊老腿了，那维修纪要多的都数不清。这要想整理出来，那可得花上2、3个月吧。2、3个月，你也太小看咱们一车间了。就光我在维修工段就见过好几柜子的维修档案，那摞起来得这么高。你几个月就能整理完？我们不需要全部整理出来，只用把本年度的整理出来就可以。小宋啊，你不是要做整个车间的技术档案吗？设备维修是技术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你光弄出1年的有什么用啊？小宋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可不能光学大学生的花架子。在车间做技术员，那得扎扎实实做事，认认真真学习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维修纪要从前往后整理，先整理出本年度的，再逐年整理出以前的，这样按照年限划分就比较清楚，我们也能知道哪些设备、哪些塔罐和管线是近期才有损坏的，技术员心中有数，就可以尽量减少停车检修的时间。说的挺有道理啊，要不然走一趟？那去吧。
哎呀，这活可不轻啊！要是光凭咱们两个，那没个几年可干不完呐。赵哥，这昨儿回来那么晚，起这么早干嘛？二宫段托盘工序的压力表有点不准，昨晚没弄完，今天得赶在他们上班前弄完，不然就会影响进度了。这都当技术员了，怎么比原来倒班还累啊？过一段就好了。那俩老油条还什么都不干呢？这样不行啊！别管了，大家也不解决问题。你要这样，咱们得累死。一宫段的技术档案就要弄完了，等弄好之后，无论如何我要休息几天。二宫段、三宫段的，我也休息好了，一气儿弄完。一会儿上班，我骑车驮你去。老家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泡杯茶，撂会儿天。哎呀，我这犯困了。哎呀，泡杯茶。哎，我记得前一阵儿刚通报那什么，卫星通信成功，现在呢，哎，那潜艇能射火箭了。哼，要不那英国铁娘子啊，怎么在人民大会堂摔一跤？都是被吓的。胆儿小，你得好好培养你儿子。那以后干个国防什么的，那有前途啊！中央领导不说了吗？啊，这个人才不断涌出，咱们的事业才有希望。我们家小宝才上小学3年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得从小培养。贾老师、赵老师，你们的图什么时候能完啊？哎呀，小宋啊，你看我这画了1天图了，是吧？我眼睛都花了啊！这跟你没法比，年轻你熬得住是吧？小宋，这图一时半会儿也画不嘛。我努力，争取这周把它干完。哎，你喝的什么茶？没钱。你真就自己喝，你不给我喝点？哎，你打听清楚没有？那姓宋的当技术员是不是老水安排的？这荆州出了老水，谁还愿意帮姓宋那小子？这老水现在已经不抓权了，
闵中生这种投机分子，他能卖老水面子？闵中生是老水的人，多少有点香火情吧？我觉得这事儿不对。我跟你分析啊，这宋运辉是老水的人，对吧？对啊，这两人之间肯定有什么关系。可这姓宋的一来到厂里，就吃了老水的挂捞，被发配到车间做倒班工人。这不，老水觉得对不起人，在退休前给他安排了个舒服点的位置，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。妈的，那咱们升级课成收破烂的了是吧？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想想，姓宋的到咱们这儿这段时间，咱俩可是连一次管道都没爬过班。多个厂工作苦力不挺好的吗？也是啊。哎呀，我知道小宋工作忙，我都看在眼里呢。就你们知道心疼徒弟、爱护工友啊！我这个当车间主任的，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新的岗位上病倒了吗？那你倒是管管呀！赵超、贾教委都是你手里原来老人了，不给宋运辉面子，还不给你抿头面？大军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能不能改改你这个急脾气？我跟你爸是老伙计了，他那脾气啊，可比你沉稳得多。我也告诉你，抿头，就我这臭脾气已经被小宋管得差不多了，不然我早揍那俩混蛋二溜子了。下去。不是我不想帮宋运辉，是上面的领导有意要考察他。谁呀？水头？这加里森敢死队都不让放了，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头的？林主任，刚那话什么意思？小宋是水书记带入厂的，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吧？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这段时间，费厂长和刘总工都盯上他了。这次让他从一线转岗做技术员，就是刘总工的意思。我觉得这是上级领导想借此机会啊，考察他的能力。考察就考察呗，你为啥非要让他当光杆司令呢吧？升级科3个人的工作量，那2个人抄着手什么都不干，什么活都让孙运辉一个人干，他会干死的。不干死，这心也得寒死。小宋天天是拼命的干，还得受那俩二流子气，这事儿跟谁也扛不了多久。那就看宋运辉有没有这个毅力。好了，我跟你们俩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只怕是跟宋运辉和咱们的前途都有关系。我听说，过了国庆节，水书记就要退休了。水书记，哟，宋儿，真是你啊！刚下班？啊，我刚下班。哎，这几天怎么没到图书馆去啊？我那资料看完了，还没还给你呢。我这几天比较忙，我刚调到技术科，得尽快熟悉全车间设备的运行情况。升技术员了，不在一线当工人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吧。哎，陪我打打篮球，整天坐在书桌上，还跑得动吗？行。你好，行啊，练过呀。单打独斗我最擅长了。哎，好球！
你小子真不知道尊老爱幼啊你！没有，我看你动作那么快，我就忘了你的年龄。忘了我的年龄，你还忘了我的职位了吧？我没有啊，没有。你不知道，在咱们金州年年举办的篮球比赛上，我都是最佳球员啊！怎么着？你不相信？我相信啊。相信？就这副表情，你是相信？可能是金州场的人都不太打篮球。你来了半年多了，你没看见这白天那么多人打篮球？我看见过。所以水书记的篮球水平，我也不太好做评论。我跟你说吧，在咱们金州，谁职位最高，谁的篮球水平也最高。我当然年年都是最佳球员了。那这不是官僚作风吗？现在社会上都在反感这种风气，没想到金州这么保守。干事情都得一分为二。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反感这一套，可是，一个群体的惯性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难改变的。要想团结群众，只能学会妥协和让步。工作上不放松，只有在这些方面和光同尘喽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个翻译手稿我已经看过了，有些地方我还是理解不够透彻，你能帮我讲讲吗？当然可以。来。哎，我问你 ，FRC 技术相比起国内的同行业的化工企业，到底有什么优势啊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领先地位啊 ？FRC 技术啊，其实在欧洲国内是70年代中期的成熟技术，国际上的化工巨头已经不采用这种技术生产技术。咱们金州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，这在咱们厂乃至于全系统，都是一件大事儿。我在金州干了这么多年，虽然不是专业人员，但是耳濡目染的也成半个专家了。这些日子我闭门谢客，攻读了一些专业书籍和技术资料，写了点东西，希望能够对你们这个引进设备的计划有所补充。老水太客气了。谁不知道金州的心脏，一车间那是你一手建起来的。虽说现在金州的产品有点落伍了，可当年一车间上马的时候，那个风光火爆，我现在是记忆犹新啊。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哎呀，化工技术在国外发展很快啊，现在国门打开了，能看的东西更多了。老费刚才说的对，我们再不提高，金州就真的快成井底之蛙了。水书记这个资料我看了，有个问题，不知道该不该问。有什么事你尽管说。这个思路是你自己整理的吗？是啊，资料都是我自己找的，而且是我亲笔写的。水书记这个思路，跟我以前看过的一份出处不明的论文翻译稿很像。那篇稿子国内并没有引进和发表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思路与金州目前的情况并不相符。你这个结论下的未免有点太草率了吧？引进设备的整体框架是我带人制定的，花了1年多时间，耗费了很多心血，光查资料上千万份，资料放这个房间里都放不下。你做事认真，我是知道的，可是思路正确与否跟工作态度没有关系啊。好，我们不谈态度，只谈技术。FRC 终端产品含磷量、含氮量配比怎么解决？怎么与金州目前的辅助设备相互配套？你是金州的总工，这些问题解决不了，反倒拿来问我。正因为我是金州的总工，所以我才知道实际情况和理论设计之间相差的距离很大。我们是搞技术的，不能光纸上谈兵。你拿来这个东西，与其说是思路，不如说是对我们既定工作的否认和指责。
我刚才说了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，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而已。谢谢水书记，这个帮助我们不需要。都是几十年一起搭班子的老伙计了，有话好好说。老水，你了解老刘这个人，心直口快。当初咱们文革下放的时候，他为这毛病吃了多少亏啊？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老刘啊，我写这个东西，绝不是有意的跟你为难，也不是跟谁争权夺利。现在全系统都在推行厂长责任制，荆州这些日子让你们搞得也不错，我准备今年就退休了。我估计你们也听说了，这份东西，就算我这个在荆州干了一辈子的老家伙临退休的一点儿赠言吧。啊，老水，这话太重了。这个思路我们一定妥善对待，仔细研究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希望我这个东西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啊！你刚才也太冲动了，老刘，你何必跟他正面冲突呢？我就讨厌这种耍小聪明的人，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，好像天底下他智商最高。你才看了几天的专业论文，给我这个搞了一辈子技术的人上课，荒唐！好了好了，你也是知识分子臭脾气，咱们就应该给他说点客气话，把他哄走就算完了。现在可好，当面撕破脸了。老水，你不了解啊，你给他点客气，蹬着鼻子上脸，难道你让我拿这2张破纸去当指导精神？你说这个老水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玩起给咱俩背后上书的事儿了。不过还好，要是他真背后捅刀子，写信捅到部里，那可就真麻烦了。他不是干不出来，咱不怕。引进设备的思路是经过全场所有高工讨论了好几次，又是你亲自带着整顿办、生技处的大学生一起做出来的，那么厚一摞的资料，能让他老水一个外行的2页纸就给咱推翻了？咱就不要杞人忧天了。难不成老水的这个东西真有道理？他参考的那个论文是国外实验室82年最新的研究成果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不是说跟咱们荆州的情况不符吗？既然是引进设备和技术，就没有100%相符的情况。我们着手引进技术的时候，那篇论文还没有写啊！你拿着82年的论文来挑剔我们70年代的技术不够先进，是不是不讲道理？我说你刚才那么冲动呢，原来是让老水抓住了软肋。不过要按老水的思路调整引进方向，你觉得现实吗？你觉得现实吗？老水说要退休的事儿，你觉得有几成是真话？这谁知道啊？也许是以退为进呢。好，这事儿我来办。还有一点，老水这么个外行，他是怎么得到这么先进的外国的论文的？他的这个思路，和刚分来的大学生宋允辉的一篇论文一脉相承。哎，人在这儿呢。小宋，
林主任找你。啊，林主任。啊，我看了一下昨天的工作记录，你是昨天晚上11点下的班，今天早班你又来了。这年轻人呐，得注意身体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。没办法，工作太多，实在是做不来。车间看你这段时间加班加的太多了，所以决定啊，给你调休几天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赶紧回宿舍收拾收拾，赶早班车都能来得及回家吃晚饭。可我手上的活还没干完呢。这工作呀是永远干不完的。车间还有我们，还有其他的技术员，也不是没你不行。什么事你都是亲自做，那不是让其他的同事没有了进步的机会吗？行了，这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，啊。春天开的花无声，盼着秋天的金色说过，前人栽下的希望的种子，后人来获。夏天的骄阳如火，泛起层层波，陶依旧热，推开一扇窗，让风轻扬过，如春来过。冬天的风雪掠过，给秋天带来丰收的歌。何时下的雨，何时停的风，把往事说。春风吹又生澎湃，岁月的长河，时间走过，一路的坎坷，一路的高歌，都是属于我们的。笑看时间走